早起的时间空出来了就可以写作了。那么怎样子去写作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坚持的方法，其实就像刷牙一样简单，其实就像你运动一样简单，就像你去锻炼你自己的肌肉一样简单，叫做结构化流程。因为如果说你今天6点半起床写一篇，然后明天到晚上，今天听完分享会10点多、11点到家，你再写一篇，你会发现慢慢的自己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它没有养成一个习惯，它会没有形成你的肌肉记忆。所以我当时做的一件事情是，早上6点半之前的闹钟一定会响，然后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自拍。为什么要自拍？打卡。那就是说文字也可以，为什么要自拍？漂亮。仪式感很好，还有吗？更有自信。纪念意义。哇，大家都这么浪漫的，还有吗？每天的状态很好，我发现大家都是有仪式感的人。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仪式感这个词，是因为我真的很偷懒。就是最开始的状态的时候，我可能是在群里发一个1，然后手机藏在旁边继续睡觉。就是因为你自己发文字的时候，你是可以躺在床上然后完成这件事情的，但自拍不一样。女生对于自己的形象是有要求的，而自拍是你要从床上坐起来，然后走到客厅，再找一个舒适的角度，并且对着那个时钟显示6点半之前，然后再拍一张照片。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拍完照片，你会发现你已经清醒了，你不可能再回到床上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要做的是自拍。然后就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就开始坐在阳台上，然后盖一个毯子，开始一天的写作。我当时用有道云笔记，不需要打开电脑，就用手机，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开飞行模式，不用开也行，因为早上6点半真的没有人打扰你，没有人来找你的。然后就写完了之后洗漱结束之后就到公司，然后打开电脑，用微信公众号排版之后发布，这是我整个的一个结构化的流程。你会发现做这样结构化，每天1天，然后后面变成100天，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我写了整整1年365天，每天都是按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写作并不是那么难了，是吗？因为它已经像运动一样形成了你的肌肉记忆。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自己3分钟热度不能坚持的话，1他律倒逼自律，第2就是结构化流程。然后第3点是，很多人觉得，那我做起来我也不知道写啥呀，我打开手机一片空白，我要写点啥呢？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和大家分享的是，就这个第2点是固定时间、固定动作，就是固定地点，就是我刚刚分享的一个结构化流程。关于写什么的问题，叫做生活的观察者，怎么理解这个词？我觉得是多观察一下，比如说你在坐公交车、坐地铁或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旁边的风景，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气。所以你是一个对生活很观察力很强的人，而且很细心的一个人。刚刚这一位小朋友，你刚刚说的答案是什么？忘了，就是错过的都是最精彩的，所以大家错过了你最精彩的部分喽。做生活的观察者，其实你会发现，写作的核心叫呈现，就是当你能够把你自己所看到的、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闻到的、所感受到的记录下来的时候，你永远都有素材可写，不可能没有素材可写的。所以当时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生活的观察者，我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做生活的观察者。比如说这一篇文章37.6度，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检查，熟悉吗？看到了什么味道？核酸的味道，疫情的味道，恐惧的味道，封城的味道。那个时候其实这一篇文章也是我做生活的观察者所写的。当时我嗓子咳了1个多星期，然后觉得应该是咽炎犯了，所以呢我就去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我看一下就是要开点什么药。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医生一量说你发烧了，然后就把我从普通的门
门诊，一步蹦噔蹦噔蹦噔，从4楼下到1楼，然后蹦噔蹦噔蹦噔，然后走到一个这个叫发热门诊的专属区，然后带我去这一个隔离区去，他觉得我应该是得了新冠了，所以我就把这一篇文章完完整整的通过做生活的观察者写了下来。其实整篇文章前后我就花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记录，最终写出了今日头条60万加的爆款文章。那上面显示的是50多，但最终其实是60多万的阅读量。所以你会发现，也许你在曾经做生活的观察者每天写的文章是没有太多人看到，或者说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结果的。但当你做生活的观察者，你不断的深耕，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结果会在它合适的时候以礼物的方式出现。所以当时我这一篇文章出来之后，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我感兴趣了。他说：“哎呀，刘慧，你的写作能力很强啊，然后你每天坚持写，而且你还能够写出这么就是阅读量高的文章。”所以其实做生活的观察者就是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而且你会发现有源源不断的写作的素材可以写。那么在今天的路上，你观察到了什么呢？我观察到坂田这边人真的多。光棍节人好多。我说坂田这边人非常多。哪里人多？坂田的人非常多，非常多，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感觉迟到了。忙忙碌碌吧，节奏很快。节奏快。你是一个当下其实感受到很多压力的人吗？所以你不喜欢快速节奏的生活？是。对。你是住哪里？我在龙岗。龙岗。龙岗比龙华要节奏慢很多。原来深圳还有2个深圳的，我以为深圳所有的区域都是忙忙碌碌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做生活的观察者，他会发现今天的生活跟昨天生活不一样。在他原来生活的地方没有这么多人，而在龙华会有这么多人流在川西，他会发现其实生活是忙忙碌碌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片自己的自留地。比如说此时此刻你来到龙华书城，作为书友去听一场分享的时候，就在滋养自己。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写作的素材？是的，是吧？然后我们再来问一下，你今天观察到了什么4号线真的是很挤啊。那如果说你给他定一个主题，你会思考到什么？现在忙碌的生活肯定是一个，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昨天来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活动本来是一个60个人的活动，我算了一下，这边好像接近80个人。这么多人吗？所以我在感到惊讶，就是欣慰。为什么会感到欣慰？还有这么多人在忙碌的生活之外，哇，这一篇是不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就当大家在追求物质生活、追求怎么搞钱的深圳，还有这么一群人在追求诗和远方、追求理想生活，是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啊！你会发现，当你做生活的观察者之后，其实生活有很多很多可以记录和写的部分，而你的分享价值100万。你不知道你的哪个故事，你的哪一句话会像一束光一样点亮别人的生命，就像我的文字曾经也像一束光一样点亮别人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吝啬自己的眼睛、耳朵以及你的鼻子，其实就是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闻到的、你触摸到的、你感受到的，最终它都会变成你的写作素材，变成你的主题，变成你可以分享出去的价值100万的分享内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发现，其实写作真正的秘诀真的没有很多很多。你要变成一个真的能够深耕的人，能够一直挖到井水出来的那一刻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提升专业力的这一件事情上，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持续写，直到被看见；持续写，直到将软肋变成武器。如果说我当时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持续写，那么我永远都会觉得
985、211、海归研究生，他们写得出来的文章永远都比我厉害，我永远都是写作的小白，永远写作都是我的软肋，我没有办法获得自己的认可，也和他人的认可，更不可能写出60万加的爆款文章，更不可能把软肋变成武器。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专业力的话，要干嘛？坚持写，深耕，做一个扫地僧一样的人，去在写作事情上不断的去深耕。那么深耕就一定会有结果吗？不一定，为什么？努力这个金句，努力为什么不一定有回报？你觉得选择大于努力，还是努力大于选择？很好啊，我之前一直会觉得努力肯定大于选择呀，因为一直父母都会跟我教育说，你要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要每天努力，你要努力的被别人看见，你要努力的考一个好的分数。你会发现好像努力成了我的座右铭，然后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一定吗？不一定，对吗？所以其实在写作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果说我一直努力，一直深耕，写出60万加爆款文章，它只是我的一个成绩而已，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2个点，提升能力的点叫做赛道力。选择一个赛道也是一种能力。比如说，我如果在媒体圈，在作家圈去深耕我的写作，我能不能拿结果？为什么？人家很专业，对吗？很好，就是你要知道，无论你的能力有多强，你在自己专业的圈子一定是有比你更厉害的人的，而且真的很卷。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电商他会做海外的 TikTok， 而不是说一直在国内卷，因为国内已经卷不动了。所以当你选择一个对的赛道的时候，他才能够拿结果。而这个对的赛道是什么呢？就叫错位的赛道。什么叫错位的赛道？就是不要在跟你同类型的人里边去打造你自己的影响力，打不出来的。而我其实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是遇见了深圳读书会，所以深圳读书会是我第一个成长的地方。在这里的话，我每次做主持，然后后面再成为中西书城的负责人，在后面到分享嘉宾，越来越多的书友看到，刘慧你的表达力还不错，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跟他讲，我经常坚持写作，我日更写作，然后每天坚持至少是800字，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写。他会发现，原来写作其实是代表一种跨界能力，而且当时还有一些读书会，包括说樊登读书会，还有这一个是我之前一个领导，就是像一束光一样照进我生活的领导，叫赛南老师，他也有一个叫赛南财富读书会。然后每一次活动的时候结束，我都会发一篇复盘文章，然后在他的场合去托举他带给我的影响，并且是用文字的方式，所以我的很多的文章他都把它发到了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那个读书会圈子里的小伙伴，他会觉得，刘慧你的写作的文章我很喜欢，很能触动我，我也想要跟你学习写作。然后第2个是什么？培训师的圈子。我当时参加完我是好讲师大赛之后，进入了一个培训的圈子，然后在那里付费跟别人去学习，就跟那些培训很专业的老师，然后一起去共同成长。那个时候有一个营叫做魔鬼营，有多魔鬼呢？就是每一周必须要上课，而且你还要完成一篇作业，并且还要读书阅读。当时有一本书它一定要我们读，叫做《社会心理学》。有哪些人是有读过社会心理学？哇，怎么做到的？我一直都很喜欢心理学的书，然后就是第一本影响我的心理学的书是《影响力》。对，然后后面陆陆续续的我就会读那个关于自卑与超越，然后以及当下的力量，以及稻盛和夫的心法、活法，还有包括心理学其他方方面面的一些比较火爆的一些书籍，比如说原生家庭之类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然后久而久之呢，就发现就是当我自己被疗愈之后，我已经就是开始就是转向系统性的学习了，然后就是也是考了咨询师的证，
然后就去读这些专业类的书。大家给到他一个掌声。你很适合做咨询师，不仅是因为你的专业功力，不仅是因为你阅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我在你的眼神里是看到有你愿意帮助别人的力量，所以你是一个很适合做咨询师的人。而且你会发现，他从一个深耕心理学知识，然后再到去读社会心理学这一本书，对于我而言，其实在来深圳读书会之前，我只读一种书籍叫教科书。所以其实我很感谢读书会。然后这一个文章是因为当时那个魔鬼营一定要求读的600多页，我真的要疯了。可是我在想，我能获得什么？为什么老师要我们读这一本书？所以当时读完了之后，我不仅是读完了，并且还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我自己的公众号上。然后这一篇文章我又转发到我们培训师的圈子里边，他们就会发现，天哪！为什么你可以读完这本书？这是第一点，他们惊讶的。第二是，为什么你读完了之后，你还可以总结到10大心理学的现象，可以把它完整的去通过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他们看到，原来每一次就是我们都会有作业评选的。我是那一个，就是当时那一期里边唯一一个连续3期都是标杆作业的人。他们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发现原来其实你是一个复盘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写作能力很强的人，所以你爱钻研，你爱去复盘的时候，其实它也会让你自己能够获得很多的结果。所以在培训师的圈子，我又变成了那一个通过写作打造个人影响力的人。第3个圈子是心理学的圈子，我刚刚有跟大家表达过，心力出了问题的时候，我是在性格色彩找到了答案，而性格色彩也是我从16年到现在一直在深耕的成长圈和学习圈。在那里的时候，我以前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闪光点，因为大家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高管，要么是那些个人品牌很强的人，要么就是心理咨询师。我通过什么来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呢？我会发现，原来我每一次在乐老师教完课之后，我去写出一篇复盘文章，然后身边的同学他是感受到，我写不出来这样的文字，你为什么可以写出来？然后在心理学的圈子，我又变成了那一个用写作出圈的人。就像比如说这一篇，当时是我们跟乐嘉老师一起去游学，我是游学完了结束了之后，我就在那个高铁上，然后把电脑拿出来，写了4000多字的复盘文，然后发给乐老师。乐老师的这个回复，他说发在朋友圈加几个照片，然后你有我的微信吗？你叫赛南，就是当时我的领路人，他说你叫赛南给你，回头我会把它转发的。哎呀，你的文字水平真好，真的实在太过分了，太好了。而因此，我能够就是乐嘉老师，有谁认识这个人呢？都认识，非诚勿扰的主持人，然后我是演说家和超级演说家的导师，冠军导师。他当时说你的文字太好了，也因此加了我的微信。那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原来我可以通过文字向上链接，原来我可以通过文字打造自己在心理学领域的跨界影响力。于是通过在读书会，然后我的写作出圈，然后在培训师的圈子写作出圈，然后再到心理学的圈子写作出圈，通过这种错位的赛道打造自己影响力之后，后面有越来越多人都说，刘慧，你可不可以开一个写作营？我想跟你学写作。于是最终有了刘慧早起写作营，从第1期，然后第2期、第3期，人数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会发现，其实当你选对了一个赛道，选对赛道意味着影响力，影响力意味着可以变现。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成功实现了，就是从主业的单管道收入，后面变成原来还可以通过主业和副业结合，打造自己的斜杠身份，然后实现当时的月收入能够达到接近10万的状态。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自己写作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我在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在企业里边也是连续3年唯一一个连续3年都在评优的人。
包括是我大着肚子要就是已经要生宝宝休产假了，然后我们公司的领导还是把那个评优的名额给到我。我想就是因为其实当你自己在公司愿意去付出，然后你有一招鲜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容易被别人记住，别人也会把很多的机会给到你。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在赛道力这一块，让自己拥有一招鲜的能力，在错位的圈子里才能够脱颖而出，不然的话真的是一直努力，最后你会否定自己的，因为我好像努力也没有结果。只有当你选对了赛道，拥有了一招鲜，你出现的时候，别人就会想到，哎，你是一个会写作的人，哎，你是一个在这个圈子里主持功力很强的人，比如说，哎，你是一个在读书会培训能力很强的人，大家就会记住你。所以当你拥有一招鲜的时候，你就可以拥有在这个圈子脱颖而出的机会。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当你能够在这个不同的赛道里去展示自己的功力之后，意味着你有了影响力，但影响力不代表着别人也愿意去跟随你。所以打造跨界影响力，我觉得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做盟友力，就是你去成就帮助你身边人的能力，它也是一种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此时此刻我想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在你的额头上写个 E， A B C D 的 E，A B C D E 的 E， 写一个 E， 不用手写，就是在你心里在额头上写好了吗？写好了。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的 E 开口是朝右的？哦，这么多人，那哪些人是朝左的？那有些就是也不朝右，也不朝左，朝向自己。朝左的人，我发现你是一个有用户思维的人。为什么你当时会想到朝左？不是我自己看，是让对方看。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思维？怎么做到的？这个我觉得跟从小的教育环境有关系吧。我应该是属于被国家的教育洗脑洗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人。集体主义是不是？是的，就是凡事都要自己宁愿多吃一些亏，自己多付出一些不便利，让别人多占一些便宜，让别人多一些便利。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从小给我洗脑成功，然后我长大之后感觉这个特点给我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帮助。带来了什么帮助？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跟朋友相处也是这种相处的模式，在职场上跟同事相处也是这种相处的模式。平时看上去就是你会去帮助别人，把别人的利益放在你自己利益的前面，对吗？是的。遇到这样的朋友，你愿不愿意跟他交朋友？愿意。你愿不愿意去帮他？为什么？因为跟我合作有便宜可占，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我合作，我的选择权越来越多。非常好，就是当你拥有用户思维，把别人放在前面的时候，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帮助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盟友力，就是你能够有多少的去帮助你盟友的能力，你就有多少的影响力。比如说刚刚写右的时候，我以前也是写右的，恭喜你，你是一个很关注自我感受的人。而当你朝左的时候，其实你会在思考，我不是我自己很厉害，而是我拿到的结果，我的能力，我的价值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能够为你做到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能够让你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而最终你拥有了这样的能力，你才能够让一群人去跟随你。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哎呀，我会写作，我也开了写作营，然后也去做了副业的变现，那我的能力怎样子去帮助到我身边的人？当时我就在我写作营其中的一个小的那个核心的圈子里边，问他们想要学习什么，想要通过我能够帮助到他们什么？他们说，我也想要日更写作100天，可是我坚持不下去，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叫100天挑战的赋能群。然后你会发现，这13个人，因为我2个微信号，然后其实都在里边，你会发现一共是12个人，100天是不是完完整整的没有一个人落下？
当你做出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是有成就感的，而且不仅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人，把你的跟你靠近的朋友和小伙伴托举他们的能力。所以我做了一场叫刘慧2020年中思想会，让这12个人站在舞台上分享他们跟写作的故事，他们通过100天获得了什么。比如说其中的这个女生，她当时是深港澳的模特的冠军，可是6年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她是冠军，她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当时写了100天之后，我说你要写出一篇自己的个人品牌故事，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在礼仪和这个形体礼仪方面是非常专业的，你是冠军啊。所以他当时就写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故事。也正因为有了这一篇个人品牌故事，他开了自己的私教班，有很多人跟他去学形体礼仪，而且后来他还成为了就是一个品牌的代言人。那个代言的一个品牌也去用他这一篇个人故事去激励那些本来不自信、驼背，然后形体不好的人，然后去打造自己的这种个人影响力。还有这个女生，应该萧然认识对不对？燕子，她之前是全职妈妈，所以呢，她也看到自己的闪光点，她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拿出来说的，包括写作这一点，她也觉得自己写的不好，甚至她因此跟自己的另一半其实关系是很差的。她觉得另一半很强，因为是人力资源总监，而她自己很弱。那么我帮助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通过写作打造她自己的自信，让她从自卑变得自信。在我的年终分享会上，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她成为我这一场思想会的总策划、总导演。所以在那一天，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站在100多人的舞台上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分享去和写作的故事。而在今天，我老公也来到了现场。曾经她老公是不认可她的，可是在那一天，她老公带着孩子，这真的是很浪漫那种，像盖世英雄一样出现在分享会的现场去支持她。所以我会发现，当我去成就别人的时候，她变成一束光的时候，我自己也变成了一束光。于是这个女生，她其实是从我的写作营第1期、第2期、第3期都在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不在意的是我自己有多强，而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能帮助到你一些什么。于是在盟友力这一块，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你有多少的成就在于你成就了多少人。就比如说深圳读书会16年的时间了，你会发现义工现在已经多少？2000多位的义工。为什么深圳读书会能够发展16年的时间？因为我一直记得深圳读书会的一句话，叫做为每个阅读者创造舞台。他真的去托举他的义工，我就是一个缩影。我从一个连舞台都不敢上的人，然后一步一步去站上舞台做主持，后面成为分享嘉宾，然后现在又回娘家来去分享。而在现场所有的义工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耀青，他真的是每一次就真的是把自己嫁给读书会了。我刚刚才知道每周5他都会来这里呀，我谈恋爱的。然后作为龙华书城的这个场馆的负责人，他今天来到现场还给所有的义工小伙伴去买了面包，然后自己忙前忙后。为啥呢？是因为在这里他能够找到家的感觉，他找到了其实这个舞台他也可以去托举他的深圳读书会，他是在帮深圳读书会成就，但同时深圳读书会也在托举耀青。未来你也会成为分享嘉宾，你也会成为很厉害有一群人因为你的一束光而点亮的人。让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现场的义工伙伴，因为读书会愿意成就义工伙伴，义工伙伴也会因为读书会变得更好。而在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张照片，关于用写作打造个人影响力也好，关于用其他的板块你去打造跨界影响力也好，其实无非什么呢？这是我在2017年3月22号
然后在中心书城的一场主持，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在读书会做主持人，是提前了2天告诉我的。当时他说你在中心书城做主持人吧，我说只有2天吗？当时想说应该是当时找不到主持人，所以来找我去充个数。然后我当时想，哎呀，我这个又没主持经验，而且只有2天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就说想放弃吧，不要去做了，毕竟世界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吧。所以当时就跟讲自己要放弃吧，放弃吧。可是另外一个声音又在告诉我，你是在意别人的看法呢，还是你想要成长呢？你是想要放弃呢，还是你想要成长呢？你是害怕困难呢，还是你想要成长呢？我最后对自己说，我想要成长。在读书会的舞台，也许只有30个人，我也想要成长。哪怕到未来300人、1000人，我依然还是想要成长。这就是我想要去的舞台，为什么不去呢？所以当时我在华侨城，然后坐在电脑面前，我也经历了那种状态，盯着电脑屏幕盯了2个小时，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个主持词。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模板，就是大家会告诉你怎么介绍深圳读书会都没有，然后只有你自己去自造的状态，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我写完了删，我觉得不好删，写完了删，就这样2个小时过去了，还是空白的。可是最终我还是不断的写到最终，我把所有的主持词一个字不落的背了下来。然后站上了深圳读书会去做主持，我已经把当时自己觉得最好看的衣服，然后最漂亮的项链都戴在身上了，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好看的样子了。但其实当时我依然是瑟瑟发抖的，依然是语无伦次的。我觉得 CC 比我做的好太多了，我当时真的是我觉得自己都惨不忍睹的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件作品，发现没有？每一个人都是一件作品，就像钻石一样。最开始你真的就是一个好像很普通的人，但是当你把自己当成一件作品的时候，你需要雕刻自己，而雕刻自己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每一次站到舞台之前，我其实都是紧张的，我都会在想，算了吧，要不找一个借口说自己生病了，这场主持就不去了，这场分享会就不去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太痛苦了，因为每次都要面对自己的心魔，叫他人认可最重要，在意他人看法。可是我会发现，雕刻自己的过程很痛，但你终将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就像在今天，大家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包括说今天能来这么多书友，其实都是让我挺诧异的。因为昨天有一个新闻的事件，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龙华有持刀砍人的那个什么新闻，所以我以为今天没有什么书友来，但大家依然到现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像远恒还有萧然，他们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萧然花了2个多小时从梧桐山过来。然后 CC 可能就是饭都还没吃，所有的义工小伙伴也是饭都没吃，来到现场，每个人都很辛苦，每个人都很痛，需要牺牲很多。但是当你发现雕刻自己的过程很痛，而最终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勇敢地向前走。而这也是我从最开始害怕写作到成为写作营的创始人，能够拿到一些结果的核心所在。因为我知道我在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位小伙伴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不怕所有的痛苦，因为你在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感谢我的娘家人听我1个小时的分享，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想想刚才长达70分钟的这个时间，大家是不是觉得过得非常快呢？可能会想说啊，之前刘慧老师跟我说他要增加10分钟的分享时间，我还在想，在场的小伙伴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但是一听完之后才发现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大家还想不想听刘慧老师下一次再来到我们深圳读书会给大家分享更精彩内容呢？好的，那也请大家
有更好的活动，包括刘慧老师未来的下一场活动，我们都会在深圳读书会的公众号上进行预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到我们的现场书友和刘慧老师的互动时间，大概有15分钟左右，给到大家3个名额。如果有书友想要给刘慧老师进行提问或者分享自己在写作方面的个人感受的话，大家可以积极的举手发言。哎，好的，这位小伙伴，要下去吗？可以，都可以。来站一下，好，害怕死人的舞台。我是不怕舞台的。特别好，不恐惧舞台。我一直都有在记录，然后我想问一下刘慧老师，因为其实我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有在写作，然后我自己有公众号，是12年就开始写了。然后现在我是很喜欢旅行，然后旅行完回来之后我都会写游记，就这趟刚好从日本回来，然后还正在写。然后我是可以很轻松写文字的人，但是我曾经被一个路人就是评论说，哎，这不就是写的流水账吗？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不能再写流水账了，我就学习很多作家的风格。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三毛，然后我就就是有一篇他应该是稻草人的那一篇，然后就学习了一下他的一篇的风格，然后那篇写下来确实还挺吸引人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写字不困难，但是写出一篇让大家都惊艳的文章是比较困难的。然后第二个点是，我每写一篇文章，我都希望有一个很高的流量。可能这个刚刚又提到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是我有一个很完美的强迫症，强迫自己每一篇都写的流量很高。所以这2个问题是我主要的问题。所以哪一个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再重复一下你的2个问题，大家有听清楚吗？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写作上遇到的不想再写流水账的问题，怎么样写出让大家都很惊艳的文章？然后第2个问题是怎么样让每一篇文章流量都很高？不过我觉得这2个问题好像是一个问题。我想问有哪位书友想要回答一下他的问题？你来回答一下。我觉得就是从心出发，用心出发，写自己真实的事情。因为就是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话，你自己就是更好，就是更好的风景吧。我觉得是这样。好，他给到你的是从心出发，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笔记哈。哇！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很厉害。字写得很好，而且记录得很详细。他是对自我的要求极高的一个人，发现没有？是。所以你很容易，就即使你获得很高的阅读量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不开心。对，我可能就是想要每次都比之前更好。对。关于2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让自己的写作不要写流水账。我很喜欢你，而且你的笔记真的很详细，并且你能够从第一个从那里站到舞台到这里的人，我想你自己有一个要改变的动力在。你今天把你参加这场分享会的感受写出来发给我，我和你去分享我自己在把写作打造成系列课的一个早起写作课，一共有6节，我免费赠送给你。谢谢。因为里面他提到的这一个问题，其实如何让自己写东西不要流水账，你知道写作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这种状态，就是你一定要坚持写，叫无意识写作。在《成为作家》这本书当中有一句叫无意识写作，就是你不管你要写得好不好，接纳，其实写作过程就是悦纳自己的过程。而第2个阶段，他已经对于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就是如何写的有逻辑、有条理、有画面感、有故事性，然后有影响力。在我那一个系列课程当中，我都会去讲的。所以你把你的今天的感受、收获以复盘的方式发给我，我把那一个系列课赠送给你。然后第2个问题是，他说想要每一篇文章如何都有很高的阅读量，能不能实现？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
就是还是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很好，很好。而这是你接下来，这在漫长人生当中你最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获得所有人对你的认可，不可能的。今天的分享会一定有人喜欢我，也一定有人不喜欢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你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写作的课题了，包括是我和你分享一个竹子定律，你听过吗？竹子定律大家有听过吗？知道哈，你来分享一下。你博学多才啊！竹子定律大概就是说，可能前3年长得比较慢，但是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它后面冲击很大的，它冲起来很快的。是深蹲嘛？对，就是往下拉，做好自己，不要。他分享怎么称呼？我叫 Nancy， 你会发现他其实真的是博学多才，就是他所分享的，我们一定是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最终才能够拿到结果的。所有的闪光时刻，因为人生不可能是一直在这段高峰的，所以你要接纳那个真的没有办法写出60万加爆款文章的自己，你才能够写出60万加的爆款文章，是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哪位书友想想？哦，这一位，来，你是她男朋友吗？等我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何去抠这个写作的细节？就是呢，我在回家路上，就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坐在公交车上，然后我会去很细心的观察那些路边的景象，然后呢，就是它那个公交车是怎样行进的路线等等，很多细节我都去抠。但是呢，写作的时候我又就是想不出来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提供我的素材去让我写作。你写作的目标是什么？我写作的目标就是然后就是抓住重点，然后写作速度要快。速度快，然后抓住重点，你会发现你自己，其实你是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人，而且观察力细致入微，他连公交车是怎么样子行走路线他都会记录下来。但是你的问题在于，你可能没有办法抓住重点，是吗？对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写作文就经常会写的有点跑题。给你一个建议哈，因为其实你现在还是就是学生嘛状态，以后锻炼自己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在写作方面可以助力到你，在其他的表达方面也可以助力到你，就是叫开口和提笔先写结果的能力。就是先写提纲的意思吗？不是，就比如说我刚刚在讲的故事当中，我刚刚在讲我自己在华侨城经历的所有的片段，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很详细？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从害怕写作到成为写作营创始人。你要把这个从害怕写作到成为写作营创始人这一句话放到你文章的最开头。当你锻炼出自己这种能力的时候，你的提取重点的能力是越来越强。后面就是所谓的就是专业的你先把你的结果放在前面。当你把你的结果放在前面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觉得你很了不起，因为你会从一个一直在讲就是故事，然后细腻的情感和画面的那种状态，你变成了我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人。当你言简意赅，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前面的时候，你的力量感也会上来的，亲爱的。好，解决了你的问题吗？谢谢。哇，现在孩子都太优秀了。还有刚刚男朋友想说一句是不是？男朋友想说点啥？表白。我想说的是，其实他不怕舞台，我刚好相反，我是一个特别害怕舞台的人。来，在中间。所以我看到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我不能怂，我也要往上面站，然后表达自己。是这样，就是刚刚刘辉老师在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为什么写作？然后我其实来这里，我最主要的目的，我是一个问心的过程，就是我是想问自己，就是你写作的目的到底是取悦自己还是取悦别人？
就是如果说你以取悦别人为目的的话，可能你在写作过程中你会有一些偏向于功利性的这些方面的表现。然后你如果是单纯取悦自己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能收获你想要的名声或者这个金钱。然后我最早我是一直有坚持写日记的，然后从毕业开始大概写了4、5年吧，然后每年就是1本日记，基本上每天都写。然后我最想写的是一个关于我爸爸的故事，就是我爸从他年轻，他少年到他到现在这个。大概就是他那个大半生的那个故事，我想把它写成一篇长篇的小说，但是我一直没敢动笔。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觉得我的厚重度不够，就是厚重度，就是我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那个时代，我只是听他口述那个时代的一些故事，我没办法以我的经历和去想象跟文字去传达那个时代所需要或者说所能展现的那个时代背景和故事。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的那个生命的丰富度不够，就是我很年轻，然后我经历的也不多，所以在面对一些比如说是人的内心挣扎，或者是计算这种利益的那种或者说斗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揣摩去了解另外的人是个就是怎么样的心理，去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也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我有坚持在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但是我觉得我想写的这个东西我还写不出来。所以今天其实听了刘慧老师，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勇气。我觉得我可能现在我会认为我写不出来，但是如果我就是写不出来我也写的话，我可能就走了1步，我后面只要走99步。如果我现在1步都不走的话，我可能后面还是要再走100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谢谢。所以你没有问题，就是想要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收获，然后再来站一下这个吓死人的舞台，对不对？对。感受怎么样？感受还是有一点紧张。紧张就对了，因为紧张代表你很重视大家，代表你真的很专注，也代表你确实把别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他在这里是很稳的，发现没有？掌声送给他，就是勇气是你的，他一直都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书友们的踊跃提问以及对自己今天感受的真诚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跟大家的一个真诚的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义工小伙伴们给我们的刘慧老师送上鲜花，感谢他今天来到这里给我们书会的书友们进行分享。现在读书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以前分享没有花的，现在有花的，谢谢每个人的爱。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现场的书友们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对我们本次活动进行评价。如果大家期待刘慧老师下一次还能来到我们龙华书城给大家进行更加精彩的演讲的话，也可以在评价当中直接说出来，我们会约到刘慧老师更多的时间来给大家进行精彩的分享。如果对下一次的活动或者说未来的其他活动有更多的期待的话，也可以在评价中表达出来，因为大家的反馈还有督促才是我们读书会越办越好的动力。谢谢大家。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现场的穿着红马甲的义工们为大家今天非常辛苦的支持了一整个晚上的活动。那么我们有请他们上来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晚上好，我是古耀清，是负责我们活动的落地的负责人。然后今天呢也特别的开心，能够听到刘慧老师这样的一个分享，自己也是害怕写作，非常有感触。也感谢龙华书城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场地给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成为义工，可以加我微信，到时我们一起来越爱阅读，然后一起助力更多人喜欢阅读，从而让自己能够有所提升。感谢大家。
今天真的很高兴跟大家相聚在这里。然后我们刘辉老师真的是一位很会发现别人优点的人，真的很厉害。然后他的演讲能力也特别棒，真的很厉害。然后 CC 老师他也好厉害，他的你也很厉害。然后谢谢大家，就这些。大家好，今天跟了好多老伙伴，我是今天的活动支持 Apple， 然后很感谢在这边龙华书城有这么一个舞台。其实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书友，我们也是很感谢老师给我们赋能，我们一直在成长。